等半固態510公里起步，10万起，唯一后驱5连杆加半固态電池，11萬唯一後驅5連杆加凝王電池，5分鐘帶你看完這次 MG4X。先從車外說起 ，MG4X 我們看到停在那裡，第一眼看過去，它就跟我們傳統的名爵外觀相差不大。它作為一台 A 級 SUV， 車身比例還是比較協調的，但是沒有非常臃腫，線條也看着比較乾淨。然後它這新增加的顏色也非常好看，這前臉設計超級好看，這個貫穿式的大燈加上名爵這個亮燈，大家自己感受。可以看到它車漆的光澤度非常牛，而且它鈑金縫隙看着也比較均匀。现在我们拉开车門坐進來，這次他們加了2種內飾顏色，分別是遊艇藍和星夜黑。遊艇藍在光線亮的時候，我覺得挺有質感的，像深藍色；光線暗的時候呢，更像黑色，也比較耐髒。然後這個紫色就會更加精緻一點，更加有氛圍感一點。大家2個顏色更喜歡哪個顏色呢？ OK， 我們現在來到了名爵4X的裡面。我們名爵4X的方向盤也是跟我們的名爵4 2026款一樣，做的是雙色的撞色設計，幾乎一樣的雙幅式方向盤。但是我們前面的儀表盤這個屏幕顯示的更大了，而且它是內嵌在我們這裡的，有種人車合一的感覺。它裡面的數據也會顯示的更多更明顯。然後我們往右邊看，它的右邊是我們一個懸浮式的中控屏。他們官方說是一塊算是同級別裡面最大的，有 15.6 英寸 2.5K 的屏幕。然後呢，来到它的空調出风口，空調出风口也是跟我們 MG4 一樣的設計，有種開機甲的感覺，但是它的手動面板和空調出风口的位置調換了一下。然後這裡是2個放手機的地方，一個帶50瓦的無線快充，一個是不帶的。這個好的地方就是說，如果你在太熱的情況下，你上面的空調出风口是可以直接對着這個吹的，不會熱得特別厲害。然後我們再往下看是2個杯架，但這個杯架它是稍微做凸起，但是沒有做那種可以調節的杯架的角度。OK， 我們再往下看，來到了一個我們的儲物箱，儲物箱我們打開來，整體的空間我覺得跟名爵4 2026款差不多，但是它比名爵4 2026款多了2個 Type-C 的接口，然後它裡面還有一個 NFC 的鑰匙感應。整體來說，我覺得可以放個6瓶500毫升的水的樣子。OK， 我們把它關上，我們往上看 ，OK， 還是我們老樣子的遮陽板以及帶着補光燈的化妝鏡。看看我們的副駕駛是不是一樣的 ？OK， 我們的副駕駛也是一樣的。然後我們往左邊看，左邊這裡有一些車輛的設置，比如說天窗打開、車門的解鎖，還有一個放墨鏡的墨鏡架，這個還是蠻好的，因為有些車沒有墨鏡架，那個墨鏡就只能亂放。跟着我的視角往下看，來到這裡，這裡是一個蠻大的儲物空間，但它沒有 Type-C、Type-A 的接口和點煙口。它把 Type-C 接口都放在這個儲物箱裡了。然後呢，我們看一下它的整體的門飾板的設計。它门飾板設計也是做了雙重的撞色設計，它這裡還做了一種像菱形格一樣的設計。上面這一層呢是有點硬塑料的感覺，下面這一層是軟質包裹，這裡也是軟質包裹，這裡也是軟質包裹。整體來說，整個門飾板除了這一塊是硬塑料的，其他能摸到的地方都是軟的，就連前面儀表台摸起來都是软的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我手都可以摁起来。OK， 现在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座椅啊，它的座椅呢也是做了雙色拼接的，但它不是說這一塊和這一塊是雙色，它反而是坐在側邊上。整體來說，這樣看起來會更加乾淨一點。而且它跟名爵4 2026款比較不一樣的是，它的頭枕是可以調節的。名爵4 2026款的头枕它是只能一體式的，可以看到它做大面積的打孔皮的設計，以及中間它還有一條直線的設計，看起來會更加的流線型一點嘛。整體來說，主駕和副駕都是一樣的。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這裡也是主副駕都帶座椅通風、座椅加熱，還有座椅按摩以及方向盤加熱都是有的。副駕還有4項腿托調節。現在我們把座椅調到正確的駕駛坐姿，我們到後排去感受一下它的腿部空間怎麼樣。OK， 我們來到后排，后排我是1.63米的赤腳，我看一下我們腿部空間有多少拳，1拳、2拳、3拳、4拳，4拳腿部空間還是比較大的。中間拉下來，它可以看到它這裡還放了2個杯架，都是帶限位的杯架。现在我們看完內部，來看看後備箱。
依舊是我們的電尾門，它後備箱的側邊都有一些小的可以放東西的地方，防止亂跑。你可以放一些你的露營装備啊什么的，左右两邊都是有的。然後後排還是帶一個120瓦的點煙口。它跟名爵4 2026款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沒有蓋板。我們把這個後備箱的這個拉起來，下面差不多可以放一點零碎的東西。我手伸進去，差不多有個10厘米左右的樣子。然後看下面還有沒有，OK， 下面還有一層，可以放一些工具啊什麼的。差不多就是這樣，然後這個蓋板也是可以拿起来的。最後我們再来看看它的外觀。首先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前臉是一個貫穿式的大燈啊，看着非常的流線型線條，在雨天實在太漂亮了。這個車漆，給大家近距離看一下，有點像地平線的感覺。然後呢，它這裡旁邊還有做了一個風洞的設計啊，而且它是真實鏤空的，不像有的車它是做了造型，為了造型而做的。然後我們來到它的側面。可以看到車的腰線在上面一點點，整體來說會更加的運動一點。然後我們往上看，上面它有做我們的行李架，依舊是我們傳統式的門把手，依舊是我們的小鴨尾設計和我們的貫穿式尾燈，在晚上的時候還是非常有辨識度的。接下来我們來聊一下大家比較關心的 MG4X 的 L2， 也就是它用的地平線 L2， 像新途的 ET5、深蓝 L06、奇瑞風雲 T9L 等都是搭載了我們地平線的 L2， 它支持高速 NOA， 還有那些智能泊車。像我這種新手司機呢，有這種智能泊車還是比較友好的。然後他們在它的後视鏡後面也多了一個小藍燈。不過有一點可惜的是，我不是 OPPO 手機，不過可以給大家展示一下他們官方使用的狀態。你好 MG， 在的。帮我打开小红書，搜索全新 MG4 冬季用車指南。小紅書已經打開。我們說一下它的重點，就是这台車我覺得給到大家最大誠意，電池和續航。它10萬級就可以擁有半固態電池加510公里的續航，還沒有完，我們加1萬塊錢到了11萬級，我們就可以用上寧德時代電池，而且我們不僅換了寧德時代電池，我們還加了100公里的續航，來到我們610公里的續航，並且這輛車還支持了3C 快充，他們官方說從30%充到80%只要18分鐘。大家對於這輛車怎麼看呢？